2026年7月最令人期待劇集 Top 10。7月真的是顏值盛宴啊，就這幾張臉，我想每部劇我都會給機會的。第一部，這一秒過火，預計播出時間2026年7月2日，主演張凌赫、王楚然。故事發生在民國時期，幼年的女主曾救下男主，卻因此導致家族慘遭滅門。多年後，兩人再次重逢，在相愛相殺中攜手對抗時代洪流，共赴家國大義。這部劇的熱度大概已經到了那種光靠路透都能剪出一部完整片子的程度。無論是劇情設定、時代背景，還是兩位自带話題度的主演，都可以預見，這部劇播出之後，大概率會和竹玉屬於同一種類型，熱度爆表，但口碑兩極分化，冰火兩重天幾乎是少不了的。首先從背景來看，民國本身就是一個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特殊时代，也是一个苦难與奢靡並存、反差極其強烈的年代，因此對歷史氛圍和人物塑造的要求非常高。而從目前釋出的物料來看，雖然演員顏值都在線，但無論是服化道還是整體氛圍，都帶着濃濃的舞台感和浮華感。如果放在短劇或者由話題度沒那麼高的演員來演，觀眾或許不會太較真。但偏偏男主是剛剛爆火的大流量張凌赫，而偏偏故事又放在那個苦難戰爭年代，流量越大，關注度越高，觀眾對質感和年代感的要求自然也會更苛刻。再加上劇情本身偏狗血，深度有限，部分演員的演技也一直存在爭議。一旦開播，各種對比、挑刺、考據和爭議，恐怕是擋都擋不住。但話說回來，現在如此蕭條的長劇市場，無論是正紅還是黑紅，只要有熱度、有話題，就有播放量，就有廣告商，總比那些連播了都不知道的劇集強吧。第二部《野狗骨頭》，預計播出時間2026年7月6日，主演宋威龍、張婧儀。你為什麼回來？回自己家需要什麼理由？故事講述狠戾狂痞的陳毅與冷媚倔強的苗靜，因為父母相識而結緣。兩人年少時相依為命，後來男主捲入縱火案，為保護女主被迫離開藤城。多年後，陳毅經營着一家台球廳，而蛻變歸來的苗靜再次闖入他的生活，兩人重新交匯，展開一段充滿矛盾、張力與治癒的情感旅程。說實話，今年夏天我最看好的現偶，居然就是《野狗骨頭》。最重要的原因是導演劉俊傑，他是真正的現偶大神，代表作眾多，而且特別擅長用視聽語言打動觀眾。他拍出來的作品或許沒有特別強的網感，也不是那種朦朧氛圍派，但總能精準擊中人心最柔軟的地方。對於現偶來說，兩位演員的表現同樣是最大亮點。現代偶像劇本來就是宋威龍最舒服的賽道，而張婧儀的天賦和能力在同類型演員中也有明顯優勢。更重要的是，從目前釋出的物料來看，兩人的 CP 感和性張力都非常強。很多時候，現偶能不能成立，就看男女主之間這種微妙的互動，甚至能夠讓一些不合理的劇情變得合理。可惜，《野狗骨頭》的編劇是一位幾乎查不到資料的新人老師。眾所周知，好劇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新人編劇也成為了這部劇最大的變數。所以我的建議只有一個，可以期待，但一定要放低預期。第三部《千香》，預計播出時間2026年7月5日，主演鞠婧禕、宋威龍。這是那個愛將嘴的忤逆之徒嗎？我調教的，厲害吧？嘿，你們這是在幹什麼？師父說過，故事講述在一個修仙世界中，擁有夜叉身份的男主與承載劍幕之時的女主，從書院修煉到並肩歷險，最終共同拯救三界的故事。實話實說，對我而言，千香最大的亮點是鞠婧禕，她在古裝上的扮相依然非常穩定，屬於絕對優勢相。宋威龍現代裝沒有問題，但古裝表現一直存在爭議。而且大家要知道，這部劇早在2024年4月就已經殺青，由於合同以及平台結算等原因，檔期一推再推。但從題材來看，修仙、特殊身份、拯救三界這樣的故事放在今天真的已經不想說了，更何況編劇近年的作品口碑也不算理想。因此，千香其實不用細盤紙面實力，想要出圈或者大爆太難了。
第4部《百花殺》，預計播出時間2026年7月9號，主演孟子義、何宇。孟子義飾演的女主沈西河，前世是溫婉貴女，家族被滅門之後重生歸來，借屍還魂成為郡主。從戀愛腦蛻變成清醒疏離的黑蓮花復仇女王，以香道為武器，明香成毒，以香使謊，不執刀劍，卻完成了權謀復仇。何宇飾演男主蕭華庸，表面上是命不久矣的病弱太子，實際上卻是扮豬吃老虎，機關算盡，掌控全局。感情方面則是越愛越失控的腹黑人設，兩人的主線是政治联姻之下的先婚後愛，雙強博弈，互相試探，從各懷鬼胎到生死相許。而且太子還不是唯一男主，一女多男的修羅場設定，情感張力非常強，男二、男三都是一眼萬年型，對女主痴戀不已。女主始終掌控全局，情緒清醒又抽離，形成了一個虐男閉環。從預告來看，孟子義氣場很強，眼神甚至有一點帝王之氣啊。整體走的是大女主爽文路線，節奏很快。不過原著權謀部分曾被吐槽有些小兒科，不知道編劇能不能把這一部分寫好。制作班底倒是頗有看點，造型由擅長動漫感風格的易小雅負責，導演鍾青我個人一直挺喜歡，他對於情感張力和敘事節奏的把控都比較優秀。第5部《雀谷》，預計播出時間2026年7月底，主演侯明昊、艾米。夫妻同命，我是來與你同生共死。雀谷講述晉安王府世子蕭無一與被迫嫁入王府，成為側妃的太傅之女謝家瑜，在共同破解身世謎團、對抗朝堂陰謀的過程中，從契約夫妻逐漸發展成生死相守的戀人和知己的故事。一直覺得侯明昊長得太幼態，而艾米更是標準的小朋友臉，但其實他今年也的確才18歲，所以一開始看到這個組合，我其實並沒有抱太高期待。但預告出來之後，還真讓我有些刮目相看。尤其是艾米，再一次證明了05後裡面確實是有潛力選手的。有些演員雖然年齡小，卻能做到小演老，身上有超出年齡的故事感和人物感，這其實是一種非常難得的天賦。侯明昊的打戲也挺飒，蒙眼配楓葉這一段畫面感確實不錯。當然，預告片嘛，剪出来肯定都是最漂亮、最出效果的部分。至少從目前釋出的物料來看，雀谷的氛圍感和人物關係還是比較吸引人的。至於能不能成為黑馬，那就得看正片質量了。第6部《醉夢》，預計播出時間2026年7月2號，主演劉詩詩、胡先煦。那是連環凶宅，冲着之前买场子的那些老人来的，是熟人多。咱呢这是出叛徒了，能用猜吗？你呗。故事以千禧年企業改革為背景，通過劉詩詩飾演的記者沈耀水的攝像機視角，串聯起拉城啤酒廠10餘年的興衰變遷，並逐步揭開由李沁友情客串的女工劉雪梅死亡事件背後交織的全域陰謀。比較大的看點在於，本劇採用時空交錯的敘事方式，在連環殺人案陰影籠罩的拉城，一場潛伏多年的復仇計劃逐漸浮出水面。本劇只有16集，屬於中短劇體量，節奏會比較緊湊。劉詩詩和胡先煦首次合作還是很有新鮮感的，而且據說兩人之間有不少情感複雜、張力十足的對手戲。制作團隊還加入紀錄片影像和現實交織的創新手法，去還原東北工廠集體生活的時代質感。第7部《深淵無間》，預計播出時間2026年7月中旬，主演任嘉倫、秦俊傑。对你來說，只有殺人這一條路能走嗎？打明牌了。故事圍繞1999年黃水縣一宗懸案展開。2003年網絡小說《深淵》精準預言未公開的案件細節，新人刑警李成奉命調查小說作者韓品木，虛實交織，案中案結構。劇中的一句台詞一念之差，有人走向綠洲，有人困在深淵，很讓人感慨。預告片質感不錯，採用冷峻光影對比，突出明暗交鋒與高智商博弈，被評價為電影級質感。主演任嘉倫的寸頭、面部傷疤的硬漢造型還是蠻顛覆的，我個人是很期待。還有秦俊傑、王艷輝、何冰、倪虹潔、田小杰等全演技派加盟，接下來就看劇情給不給力了。第8部
遮天預計播出時間2026年7月11日。主演尹正、祝緒丹。劇集改編自陳東的玄幻小說，講述了中二少年葉凡與好友龐博在泰山聚會時，意外被九龍拉關牽引至億萬光年外的北斗星域。葉凡從無法修煉的體質突破限制，在收集地兵的途中逐步成長，最終龐博作為新任靈帝，助力化解終極危機。記憶中這部劇已經拍完好幾年了，尹正演技確實不錯，但與原著中葉天帝的形象的確存在落差，這也成了這部劇討論的焦點。對於這種男频修仙 IP， 而且已經有漫劇在前，播出後對比幾乎是無可避免。另外還有徐峥、金燕玲、曾美惠孜、胡靜主演的家庭倫理劇《百里新生》，李小冉、鄭恺、李念、王耀庆主演的家庭育兒都市劇《有喜的日子》，以及剛剛開播的李一桐、曾舜晞、鄧唯、戴露娃主演的《雲秀行》。因為缺少預告或版權畫面問題，這裡就不多做介紹了。那你最期待哪一部呢？評論區聊聊吧。這裡是 When Weekly， 我們下期見。